预审房贷是美国贷款买房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现在买房的人当中有很多都是现金购房，当然也有一些人选择贷款买房。贷款买房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预审房贷。简单来讲，预审房贷就是申贷者提供个人资料给银行进行初审，只有通过了，你才有资格获得目的银行的正式贷款。关于申请贷款预审批准书，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及细节，很多人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需要提前了解一下。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1999年统计，90%的人是贷款买房，不管是现金买房还是贷款买房。经纪人都会让您填写一份买主经济状况信息表，你要如实的填写这份表格，特别是姓名、住址、职业、工作单位、年收入和负债部分。通常来说，负债包括汽车贷款、信用卡欠额以及其他的债务。你填写的存款额不能低于你的头款。你的经纪人要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向你建议房价范围。很多卖主也要求买主在报价的时候附上买主的经济状况表。如果是现金买房，买主经济状况表就是卖主唯一的依据，所以存在报价的时候一定要附上这份表。如果需要贷款，经纪人会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建议你向有关的贷款公司要一份贷款的预审批准书，因为贷款公司要查你的信用分，还会要你的社会安全号。你如果已经与其他的贷款公司或者你自己的银行联系过，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贷款公司或者银行的贷款预审批准书。不管你此时选用的是谁，你在正式贷款的时候还是可以货比三家。贷款预审批准书的目的是决定你的房价上限。贷款预审批准书也是报价合同的附件之一，它告诉卖主你已经与贷款公司或银行联系过了，信用分和收入都查过，银行初步同意借钱给你。贷款预审批准书贷款的额度越高越好，不用担心卖主会因为你有钱而提高房价。卖主担心的是，在接受报价合同后，买主申请不到贷款，从而不能过户，浪费卖主的时间。在房屋买卖当中，时间就是金钱。一栋50万美元的房子，如果利息是6%，一个月的利息就是2500美元。卖主更愿意接受经济状况好的买主的报价。申请贷款预审批准书还需要以下的信息：买主的姓名、社会安全号、房价、实际房价或者最高的房价、贷款的额度、贷款的种类，一般是30年的固定利率、定金、过户日期，写实际的日期或者待定，买主的地址、买主的电话、买主的年收入。最高贷款的额度取决于家庭总收入和其他的债务。大部分的银行允许买主将月收入的28%用于与住房有关的花费，比如还贷款本金、利息、房地产税和房屋保险。银行还会考虑家庭的其他债务，比如汽车月款、学费贷款。这些债务加上住房花费不能超过月收入的36%。如果你的其他债务占月收入的12%，
你只能用24%做房款。所以在买房的时候，要把其他的债务限制在8%或者更低。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债务，你可以用36%做房款。在目前房价超过绝大部分人所能承受的情况下，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允许家庭其他债务加上住房贷款高达月收入的45%。贷款种类有200多种，但是大多数是从2个基本的类型衍生出来的：浮动利率或者固定利率。浮动利率贷款的开始利率比固定利率贷款低，以后的利率会随着一个指数而波动。开始浮动的年限和浮动的幅度事先都有规定。如果贷款的时候利率高于9%，并且呈下降的趋势，可以用浮动的利率。常见的固定利率贷款有15年或者30年的，15年的利率比30年的要低。如果贷款的时候利率低于8%，可以选择固定的利率。从贷款的来源，可以把贷款分成3种：一般性贷款、低收入的政府补助贷款和美国退伍军人的贷款。从贷款的数额，又可以把贷款分为3类：小额贷款、普通贷款和大额贷款。10万以下的属于小额贷款，贷款的额度超过41.7万美元的属于大额贷款。从2008年的3月份起，大华府地区贷款的额度超过56.2万美元的才算大额贷款。大额贷款的利率比普通的贷款高。如果你不清楚，可以向您的贷款经纪人询问。定金是买主在报价的同时交给买方经纪人公司的一笔钱。如果买主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单方的撕毁买房合同，定金就拿不回来了。定金越多，说明买主诚意越大，卖主就越放心。大多数公司规定定金不得低于5000美元。卖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还会要求更高的定金。过户日期可以定在合同生效后的30天到45天。计算机自动化大大缩短了贷款审批的时间，使30天或者更短时间过户成为现实。一些银行没收的房子明确规定30天之内过户。贷款预审批准书内容包括贷款种类、头款额、贷款额、利率。它还会有以下的字样：该预审批准书的依据是已核实的买主信用史、经济状况和职业史。贷款的最终批准还有待于认可的房地产合同和房屋估价。预审批准书虽然不注明作废日期，却是有时间性的。这是因为人的信用分、经济状况和职业都会有变化。如果预审批准书是6个月以前写的，就需要重新写一张。了解这些房产秘籍，帮助您在美国稳稳的买房。贷款买房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预审房贷。简单来说，预审房贷就是申贷者提供个人的资料给银行进行初审，只有通过了，你才有资格获得目的银行的正式贷款。在美国买房子的第一步骤，先别急着去看房子，而是先把贷款预审做好。很多人在美国买房，总是先去看房子、拍照片，最后才去找银行办贷款。看起来没有问题，其实
很容易踩坑。先说重点，贷款预审比看房子更重要，它决定了你能出多少钱，也决定了卖家会不会理你。打个比方，你去抢热门的演唱会门票，如果没有确认购票资格，排在前面也没有用。在美国买房子，房子就是门票，贷款预审就是抢票的资格。没有预审，经纪人可能不会带你看房子，即使看了，卖家也可能直接不考虑您的报价，不是卖家小气，而是没有预审。您能不能买下房子，对他们来说不确定，风险太大。先预审，你能提前知道一些什么东西呢？贷款的预审不仅是门票，还能帮您搞清楚自己实际能负担多少。月供可能比你想象的高，银行对收入和信用的要求可能比你想象的严格。有些贷款的项目可能根本就不适合你。提前做好预审，你就不会白白的看一堆买不起的房子，也能避免临时发现贷不到钱的尴尬。简单来说，预审可以帮您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也省心。举几个常见的情况：没有预审就出价格，有人看到喜欢的房子就直接出价格；没有预审信，结果卖家根本不看报价，热门的房子很快被其他的买家拿走。先搞定预审，再出价格。有人先拿到银行预审信，清楚自己的预算和月供范围，即使出价不是最高，卖家也更放心，因为您是真的有能力买房。有时候，稳重比高价更吸引卖家。优化贷款方案的买家，有家庭以为首付要很高，月供压力大，通过银行或者贷款顾问调整方案，首付更低，月供更轻松，最终提前买到理想的房子。这些情况都很典型，说明为什么贷款预审是第一步。做贷款预审很简单，通常只需要准备最近30天的工资单、2年 W2 或报税单、2个月银行账单、身份证件。大多数的银行或者贷款机构24个小时之内就能出预审信，而且通常免费。贷款预审比看房子更重要。美国买房不是先看房再贷款，而是先确认自己买得起，再去看房出价格。贷款预审能帮您确定预算和月供，提升出价的竞争力，避免交易中途被拒。简单来说，先把贷款预审搞定，你就心里踏实，也更有底气去出价格。有没有正式的贷款预审文件？没有这份文件，通常意味着你还没有算清楚预算，银行还没有确认您的资格，这笔交易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面，卖家不会花时间去赌这种不确定性，您的报价可能会在第一轮就被放到了一边。贷款的预审解决的不是形式，而是现实的问题。很多人直到真正的去做预审，才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的预算和银行眼里的能力差距不小。有人收入不低，但是负债拖后腿；有人现金充足，但是收入结构不被认可；也有人直到预审的时候才意识到信用分数会直接影响利率。预审的作用就是提前把这些问题摊开，它能让您在看房之前就知道哪些房子是可以认真考虑的，哪些从一开始就不在你的安全范围之内。同样的价格，为什么卖家会选别人呢？
在热门的城市，很多交易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出价的高低，而是取决于谁更不容易出问题。对于卖家来说，一份扎实的贷款预审代表的是买家已经通过银行初步审核，资金来源清晰，交易的中途被拒贷的概率低。当卖家面对多份的报价的时候，往往会优先选择那个看起来最稳的人，就是这个稳定性比多加一点钱更有吸引力。洛杉矶一位买家看中一套接近100万的联排，条件谈得差不多了，却因为没有预审文件，直接没有进入卖家的讨论范围。不是输在价格，而是输在准备不足。提前准备其实并不复杂，很多人对贷款预审的印象就是麻烦，要很久，但是现实当中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提供基础的材料，很快就能完成了。而且这一步并不等于你必须立刻买房，它只是帮您提前的确认您是否已经站在起跑线上。在美国买房子，看房子不是起点，出价格也不是关键的节点。真正决定您能不能参与竞争的，是您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把贷款这件事情走在前面。如果顺序对了，很多问题自然就少了。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地产投资，感谢支持，欢迎订阅。